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断联的他想见你吗？还有他有在偷偷的观察你吗？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的第一组是战车牌，中间的第2组是恋人牌，右边的第3组是女帝牌。由左至右，1、2、3，选好了吗？我们开始咯。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战车牌组的朋友，在验证牌地方，你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呢？那这样的话，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得到，其实在你们的这段关系之中，其实你本来想的很多，然后你们也很希望这段关系可以恢复联系，或者是你应该怎么做，可能才有办法得到对方的青睐，对方的喜欢，对方的谅解，或者是才有办法去吸引到对方。其实在你的脑海之中，你一直都有很多想法，或者说有很多你想要去尝试的，想要去做的，但是每次总是在想了之后，你反而又不敢去做，或者说你们不敢呢去付出行动，或者说你们也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所以目前的你们开始决定要去改变了你们这个一直以来的想法，或者说你们一直以来呢对于说很多事情上的一些的忧虑跟担忧，你可能想要好好的冲一波，或者说你希望呢只要不要会让自己后悔的话，你就觉得可以去尝试看看，就是你已经不想再跟以往一样，总是要靠就是不需要再花太多的心思跟心力才有办法去维持你们的这一段的关系。那其实你们本来也会因为这个人的失去或者说断联之后，开始就是有点过得糜烂的生活，或者说就是有点要死不活的样子。那现在你们已经开始决定要好好的振作了，希望呢可以把你们从头换面，然后就是重新的改造你们自己，并且呢重新塑造你们自己全新的人生，或者说全新的你们想要的一个人生的方向，或者一个感情的这个方式。那其实你们的话，其实你们决定呢，如果说真的要去重回这段关系，或者说要去重回这个人的话，你们希望不要再跟过往一样过着那样的生活，就是不想再别人被他给支配啊，或者说不想要被他给掌控，或者说不要再去跟以往一样那么的在乎他的情绪。那如果对方真的是决定他要跟以前一样去控制你们，或者说让你们觉得不开心，或者说让你们付出了那么多不应该是你们要做的话，那么你们就宁可不要你们这段关系，就好好重新的去改变你们自己，好好的去过你们这些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于是现在你们的话，想好好努力的冲一波，想要去重新让自己在对于这段关系之中可以有一个崭新的结果，或者不一样的未来。那也有人就是本来就有打算说要好好的去离开你们这段关系，只是你们可能还是会希望说透过大众占卜来去知道究竟对方是不是真的值得你再想要去努力看看的这个对象。好，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以上验证牌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去往下看，断联中的他会想要见你吗？那首先在神谕卡的地方，想告诉你们说，其实在你们的这段关系之中，确实呢是存在一个爱情般的关系，或者说仍然是有存在一个爱情般的一个情谊，所以表示其实对方他目前对于你是仍然会有爱的感觉，会有爱的期望，希望你可以回到他身边，是一个爱情中的氛围。那我们来去往下看，在塔罗牌的地方，想要给你们讯息就是，对方他确实还是会希
希望呢可以见到你们，那并且呢对方他似乎他也希望可以让你们这段关系可以再次的重回，然后两之间可以恢复联系，或者说两之间呢是可以再次的恢复交往之间的关系。不过因为我们这边有抽到其他的牌卡，所以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就算真的恢复联系，或者说两之间再次重回这段关系之后，应该怎么做去维持去巩固，或者说应该要怎么做才有办法让这段关系继续的保持下去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虽然关系之中他是有这个意愿，但是他却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或者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吸引到你们，或者说该如何去联系你们的这样的状况。那他心里面对你们的喜爱呀，或者说对你们这个在乎的感觉，他也没有办法像一般一样那么的坦率的让你们知道，那么说出来，他比较多是会放在他的内心里面，他比较会是以行动的方式来去表达说他在对于你们的这段关系的一个在乎的程度，或者说对于你的这个在乎。可是以牌面上也会认为说，就算真的要恢复联系，或者说再次见到面之后，在如果说真的要马上的就是交往在一起的话，可能会比较有一点困难，因为他会认为两个之间，因为在这一次的断联，或者是说在这一次的分开之后，其实会蛮缺乏那种相处上必须要的互动的程度，或者是说两个之间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或者是他会认为他没有办法给予你在生活中一个必要的一个支撑点，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不顺利，或者说他的金钱就是比较拮据，他会认为一段感情事实上是会需要两个人之间共同努力，或者说是要由他来去支撑着，来去做所谓经济上最主要的一个支架。那如果说当他的经济状况是工作状况不好的时候，他认为他没有这个资格，或者说他是没有办法去支撑好这段关系里面，就会变成说是必须要由你来付出许多，他可能就会认为那这样的话他会觉得他没有那个资格，或者是他的自尊心也没有办法完全放得下，他会希望说可以给予他的另外一半更多满满的爱，满满的物质的生活。所以目前断然他虽然想要见到你，也很对你有感觉，但是他却一筹莫展。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以下的讯息。我们来往下看，他有在偷偷的观察你吗？好，那边的话从牌面上可以似乎知道说对方他应该是还蛮想要观察你们，或者是说他还蛮希望呢可以多知道一些你们的讯息。不过这边两阳会觉得有几个部分啦，就是说有可能是你封锁他，或者说他封锁你，就是所以他可能看不到，所以他就算想看到，那他也没有办法，也无能为力，所以他会觉得他必须要去放下。那在第二个就是很有可能呢他怕他看到了你的讯息，或者说去找你之后，是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认输，或者说在对于他自己之前所做出的行为一个认输的举动。那如果说不是问认输的举动，那有可能就是他在克制他自己，不要一直去看跟你之间有关的讯息。所以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在他心目中，他是仍然非常的在乎你们，或者说他还是把你们看得蛮重要的，或者是蛮希望可以去重回到你们跟以前一样那么的要好，所以有时候还是会看一些你们之前一些共同的照片呢，或者说看一下你们之前共同的讯息，或者说跟你有相关的东西，这是他蛮日常可能会做的事情。那这边的话，他现在呢，就是为了避免他去接触你，或说看到你就是直接看到目前的你的话，他会心动，他会心软，或者是他会觉得他自己认输了，他要投降了，或者是他就会自己受不了，所以他不希望看到这样自己，或者说自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所以他就会尽可能让自己呢避免不要去观察你的这个部分。所以只要是比如说你们上班都会共同经过的地方，他会尽可能去避开，又或者是说你们目前的社群的软体，或者说你跟你们有关的任何的东西是荧幕前的话，他就会尽可能的不会去看。但如果说是本来就有的话，他还是会有时候
就是会去缅怀啦，他就是会去很在乎、很在意，因为现在他也会认为他自己是没有那个资格可以去让你们这段关系他付出什么，或者说他看什么。其实那个心态最主要是说，因为现在的我没有拥有，那我也不确定我可不可以拥有，那只要不看的话，那就不会去在乎、去在意，所以他也同时也是在抑制着他自己在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感觉、你们这段关系的情感，尽可能的让他自己不要有这些在心情上的一个波移、涟漪，或者是说那种波动，也避免让自己那么轻易的呢去做出一些判断错误的事情。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他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恋人牌的朋友，验证牌地方，你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从验证牌可以看到说，在目前这段关系之中，有的人是大部分来说，是不是你们是属于远距离，或者说是不同国家的人，会容易选到这一组。那有部分人就是你们本来都有在一直以来都有偷偷的在观察对方哦。那在最近的话，你看到对方好像疑似有非常想念你们，所以你们就会觉得，就是自己是有占上风了，或者是说自己是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你们也觉得很开心，然后尽可能把自己表现得光鲜亮丽，或者说把自己表现得非常好，因为他可能要偷偷观察你，然后你有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目前这段关系之中，虽然你呢自己也想要为这段关系做什么样的努力，或者说想要去更进一步这段关系的发展，或者说想要去主动的经营这段关系，但是呢你现在却又开始犹豫了，你开始想要让这段关系你想要再稍微有更多的时间，然后再稍微的思考一下，因为在你心中还是会有一些你没有办法放下的一些的包袱，或者是说目前的你可能身边也有其他的对象，所以你还没有办法马上的去找他。那或者是你现在呢你还没有办法完全放下之前他可能所对你做的恶言恶行，或者是说对你说出一些可能让你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觉得很舒服的话，所以呢，你现在心中的话是还在调节自己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一个感觉，或者是说还在去厘清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在乎他，或者说你是不是想要去让这段关系有更多的一个未来，因为你现在有可能考虑说就是放弃掉这段关系，然后去迎接新的人选。那甚至有的人的话，有可能就是刚刚提到这段关系有可能是因为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说是有还蛮多的距离的情形。那另外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你们可能在同个国家，那你开始想要考虑真的去离开这个人，那你才犹豫说是不是要再给这个人一次机会，然后之间一起远走高飞，还是呢就真的把他一个人留在目前的现世，就不管他的死活了。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验证牌的部分，如果说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去往下看，断联的他想要见你们吗？好，那这样的话，首先在神谕卡地方想要告诉你们，在选到这组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他就会主动的来找你们，或者说你们这段关系就是有机会可以再恢复联系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另外一个含义有可能是说，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现在他可能过得并没有到那么的好，所以在不久的将来，他应该就会开始想要决定要去见到你，或者说主动的找你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好，那这样的话就往下看，在塔罗牌地方想要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好，那这边的话也可以知道说，应该说蛮幸运的啦，就是说你们这一组的话刚好都抽到了3张的正位牌。那这3张正位牌的话，首先我看到一个让人觉得最困惑以及压力最大的，在类似这个权杖10的正位的这个部分。好，那这样的话看似乎呢，其实这个人他在断联想见到你这件事情的话，他心中应该是对你有蛮多的歉意，或者是说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你开口，
或者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去经营，或者是该如何去面对说你们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因而呢，他自己现在还没有办法马上的下决定，他还是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去考量究竟这段关系他应该要如何去经营，或者说他要如何开启这个头，又或是他如何才有办法找得到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真的有机会可以恢复联系，或者两之间再一次有机会可以有所互动的话，他希望呢也可以让你看到他的不一样，或者是他的改变，或者是呢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一个忠诚，或者是这段关系给予你一个不错的承诺。因为其实这个人的话，现在他觉得自己是有能力了，或者说他自己其实是能够面对好这段关系的。比如说在经济上啊，或者说相处上，或者说两人之间的一个观念上。不过在接下来的话，他也会很着重在于说两人之间在相处的过程之中的一些的矛盾，或者说一些的不愉快，该如何去化解，或者说该如何呢可以去避免掉这些的这些让人觉得比较不喜欢的一切。所以因此呢，在这个人来说，他会希望之后的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能够再次的见到彼此的话，就是不要再分离了，不要再分开了，两人之间是可以一起为这段关系共同的做出努力，或者是共同的一起努力的去付出这段关系之后的一个发展。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断联他想要见到你的这个讯息。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其他的讯息，想要告诉你们什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他有在偷偷的观察你吗？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从牌面上讯息可以看到说，雅阳会认为这个人他是有在观察，但是比较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或者是说也不会因为想要观察你，然后就是花太多其他的多余的劳力想要来去观察你，或者说也不会去找其他的管道。首先就是如果说你们是之前在同一个公司，或者说在相同附近的工作场域的话，那么对方他确实有时候会特地绕过去观察你们，又说有时候他会特地呢去看一下你们到底在干嘛，然后就不要被你们给发现。那另外讯就是有可能这个人他有时候为了想要不要那么一直去看你在看你的社群软体，或者说看你在干嘛的这状况，他会找很多事情给自己忙，给自己做，就是让自己呢不要总是一直沉溺在这个所谓在乎你的这个漩涡之中，或者说这个在乎你的一个情绪里面，他会尽可能的让他自己把这个心思做一些的抽离，或者说不要让自己那么容易的投入在里面，然后尽可能投入在他的工作或者是他的日常生活中所必须要去做的那些的事情上面。那这个人的话，他在观察你的这个部分呢，他会就是他会一直不自觉的想要去看你们在干嘛，或者说你们过得好不好，或者说去刷你们的 IG、Facebook 或是抖音等等之类的，就是他知道你们的社群的账号，就会去在那个平台上面去找跟你们有关的这个资讯，但他就不会再特别去其他的平台，或者说找其他人来去问你们在干嘛。因为这个人他在对于说你们的这段关系已经断联的话，其实他会认为这个是需要点时间去适应的，或者是说他也不希望有这些事情去打扰到他，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其实脑袋想法还蛮直的，也是想法有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变通，不会有那么多的改变，他会比较是在单一直线的想法，或是比较专一上的一个想法，所以他就会容易有种比较像是木头的，或者说比较不知变通的这些方式，所以才会认为可能在你们之间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可能怎么会那么笨或者是说他怎么没有想到你的一些的更深层的含义，或者说他怎么会做人那么老实，就是因为其他这个人本身算是一种比较直男直女的个性，就是不会想的那么的多，不会想的那么的周到，比较像是会以他自己所想到的那样的为主。其实也不是他不愿意去想，是他真的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边的话，以牌面上来说，他是有在观察你，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的特地，也没有那么的特殊。
就是一种最普通的方式而已。好，那这样的话呢，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说能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说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女帝牌的朋友，在验证牌地方，你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呢？从验证牌的话，可以看到说选到这一组的你们，这段关系的话，你们曾经也坚持了非常的久，那你们曾经也对于这段关系，其实你们之前的话有很多的心情是过不去的，很多的坎你们都一直都很在乎对方，也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去释怀这段关系，可能曾经所带给予你们的伤害，又或者是说曾经你们对于说这段关系的坚持，突然之间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结局，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局面，你们开始会不由自主的去怀疑你们自己。其实开始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算是拗不过的脾气，但是在随着时间久了之后，你们开始决定要好好的去正视这件事情。所以呢，现在的你们，其实在对于说已经断联的这段关系，你们有很多的没办法把握，或者是你们再也没办法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去相信，或者说去认为说自己没有错，或者是说对方没有错。你们开始觉得，好像有时候也不一定说要那么的去在意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是适合彼此，或者说一定要在一起。因为其实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开始决定要好好去做你们自己真正的主人，或者说你们开始想要从这段关系里面去找到你们最真实的自我的价值。只是如果有人提到你们这段关系，难免会有一些的失落感，或者是说会有一些觉得很难受、很难过，或者是还是会不自觉去想到这段关系让你们觉得比较不好受的这些的感觉。那在你们表面上还是会让人觉得你们过得非常的好，你们觉得就算没有对方也无所谓，就是会把自己的外表打理得很好，让人感觉不出你们是属于在失恋，或者是说想念那个人的这个状况。所以最近的你们在生活中，你们应该会重新改变你们的生活的模式，或者是说生活的步调，并且有的人在面对于爱情中的态度的话，也跟以往是有一个蛮大的落差跟蛮大的差距。那在目前的你们呢，在所谓的改变的话，是还在一个路途上，还没有办法像一般所谓真正有自信的人是已经完全的完美了啊。那目前的你们其实还在一个正在努力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个阶段。所以呢，关系之中的话，你们开始也决定不要再那么的强求，你们反而会希望说，就算真的有一天是恢复联系了，希望呢对方看到你的时候，他能够有所后悔，或者是他能够因为看到现在的你变得不同，而想要去追回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们希望呢，应该说你们觉得最好的报复就是成功。好的，那这样的话呢，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讯息，如果说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我们去往下看，断联中的他会想要见你们吗？好，那这样的话，首先我们来看到在神谕卡的内容复原，洋洋会认为其实在这个人他目前呢他应该是说他本来真的没有特别想要去见到你们，甚至他会尽可能去避免让你们这段关系可以就是会到他的视线之中，或者说在他的生活圈之中。就是他这个人原本呢是比较去抗拒跟你们有关的任何的资讯，或者你们有关的消息，或者说有关你们的任何东西，就是只要有东西会去想到你们，他就不想要去看到。那他的感觉究竟是厌恶还是刻意不要？这边我们从牌面上看看讯息有没有。那首先在就是在神谕卡地方，最主要就是说，对方他原本并有点刻意的，但现在他会反而想到说，如果说有与你相关讯息，他也觉得无所谓，也没有关系。也就是他在对说这段关系那种比较不好，或者说比较负面的执着的这种想法，已经开始慢慢的凋零，已经开始慢慢的
没有了，他反而会认为，这个关系就算是已经成为过往过去了，他也不会再有那么多的复杂的心情或是五味杂陈的这个感觉。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到在塔罗牌的地方的讯息究竟是什么。那这边首先看到就是唯一的一张正位牌，所以这边也可以知道说，其实对方他在对于说想要见到你的这个部分，他反而就真的不会有。不过他会认为两人之间是可以恢复交流的，或者说是可以恢复在讯息上面的联系。那就算如果说两个人之间是有偶尔巧遇的话，他也不会去排斥跟你打招呼，或者说也不会排斥碰到你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两人之间在相处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过程就是说之后如果说真的有相处机会的这个内容跟过程之中，他也不会有太多走心的地方，他反而就是会一种比较正常人的方式，或者说他平常在对待朋友或说对待认识的人的一些的方式的步调，或者说这样的方法来去跟你们做相处。所以也可以知道说，在对他来看的话，这段关系之中，曾经他真的把他列为一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蛮重要的人。我们先不管他在曾经对于你们做了什么，或者是说他曾经对我们态度到如何，但不过可以知道说，确实因为在这一次的一个断联的等待的这种彼此之间的过程之中，其实他心中也是不好受，然后他的生活，他的就是工作也没有到那么的好，所以他也因为这样子，他真的还蛮想念你们曾经在他身边，比如说吵闹啊，或者是说陪伴他的那些的日子里面，他在深夜之中就很常也会想起你们，然后会在深夜的话会去怀念你们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他的话就当然已经慢慢的不会了，他已经开始去走出来，就是去过他自己应该要过的一个生活，所以他在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执念。那当然就是说他就没有那么的想要去，就是他最近之后会不会再想要见到你们的这个部分的话，还是要等到之后的一个其他的占卜的结果。杨洋之后就是会有上传相关影片，你们或者说你们可以看杨洋之前所拍摄的影片，就是最近对方他有没有就之后会不会去想要见到你们的这个部分。那至少以目前来看的话，他是还没有的。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选到这组牌组朋友断联，他有没有想见到你们的这个讯息？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其他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就是他有在偷偷的观察你吗？好，那这样的话在牌面上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他本来对于他自己不想你这件事情，他是非常的有自信，并且他曾经会认为你没有在他身边，或者说你们俩之间没有联系，或者说没有见面，他觉得还蛮一派轻松，或者是他生活过得蛮快乐蛮愉快的，他不会因为失去你这件事情，他心中就是会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或者有受到任何打击，他也没有太多那种无所谓的难过，所以表示他在之前的话确实没有因为失去你这件事情就开始人生过得很糟，那听了起来就会让人觉得有点可恶，对不对？好，那当然现在呢，他已经开始受到了就是也不能说抱怨，或者说也不能说报应，应该是说现在他终于好像渐渐的呢有自己的，就是他终于发现到他自己的心事跟心意了。因为其实在他觉得无所谓的那段期间，他都有观察到你，或许有可能在那一段期间，你可能都有 po 一些很想念他的相关的东西，或者说相关的事情，他可能就也觉得是我占上风了。那最近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已经开始能够过你自己的生活，然后在随着时间久之后，他发现到你没有在他身边，他也觉得越来越寂寞，或者说越来越落寞，或者是说开始觉得生活好像没有办法过得那么的顺遂。所以其实现在的他，因为在每一次的观察了你之后，其实他发现到他也已经开始对你有投入了感情，或者说开始投入了想到以前的点点滴滴，所以因此现在他其实心中会有很多不是滋味，或者说觉得就是他心中会有蛮多让他觉得难受很难过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又因为他自己本身个性的关系，或者说可能他自己本来就也不善言辞，所以因此呢，在于观察你的这个阶段，
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才好，他就真的只能默默观察你，然后去收集跟你相关的资讯，可是他也不好意思去打听或者打探就是跟别人问说相关于你的事情，他只能透过网络上一直不断的去搜寻说你现在究竟过得如何啊，或者说你现在过得好不好，或者说你最近呢究竟在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在每一次的资讯每一次的观察之后，他反而觉得就是自己越来越站不住脚，或者说对你的思念越来越重。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他心中没有歉意，但是他有很多的想念，或者是说他有很多的话应该还蛮想要对你说，但是有人会认为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他现在只是开始有感觉到心中是有难过，但是那个心中难过是还没有达到最高峰，等到他对于你们有更多的悔意跟歉意，或者说有更多思念的时候，你们等到他真的有明显的动作也来找你们的时候，你们再做决定，或者说再做出其他的行为。现在你们先依然一样过好你们自己应该要过的生活，因为这个人他就是本身呢是在个性上面是蛮需要被调教的，是蛮需要受到那种就是他需要有很明显的后悔，你们再来去关注在这段关系，或者说再去付出这段关系，比较能够去让对方去珍惜你们。如果说你们现在马上回到对方身边，对方一样会跟以前不会去珍惜你们，那这个就是比较不好的状况。好，那这样的话呢，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如果有要订购手工饼干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洋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